跑组成绩公布。我们是第2名，排名第3，有人止步我们排名第4位。接下来我们要马上开启第2轮的跑组。本轮的考核将同时启动2个剧组，一部是男性的群像剧，一部是女性的群像剧。哇，还不冷不热呢？对呀、你看，地方还是老的好，够安静，适合我们就谈大生意的人。是吧？我还很有诚意，有点东西你看一下啊。看，一丝不挂，无牵无挂，啥都没有，放心交易。哇！现在为什么还那么怀旧啊，炮哥？我说啊，还要我带那么多现金来，好久没吃过。哎，你说的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怀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久没试过，现在网刚短款的嘛，炮哥。我的货东西也不少啊。你名声不好，啥意思啊？啊？哎，不怕啊！大家，没想到，我一丝不挂，无牵无挂，还能长枪。哦，你就不知道，我小时候因为看港片看的很多嘛，然后所以说在2个人眼神一对上的时候，哇塞，你就感觉穿越进电影里面了。就是没想到，我的天呐，我能亲眼看到这2个人在场景演戏，就是挺感触的。好了，大家看啊，在这个教堂里面，大家有时候都不会穿衣服，有时候穿的服装是统一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能分出那个是大哥，那个是小弟呢？如果万一弄错就危险了。志伟哥，你先示范一下怎么在没有服装的辅助之下，能演出大哥和小弟的分别，好吗？好，因为我们其实我都演过，演小弟呢，通常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大部分都演小弟，小弟通常都是。都是这种的。好久没见你这样表演了，真的。那个是五福星啊，跟洪金宝大哥。啊，对，五福星。嗨，大哥，大哥。然后呢，有些是大哥，但是那种大哥呢，只怕人家不晓得他是大哥，就是那种。来了吗？这种通常都没有好收场。对，其实真正的大哥是真的是没有任何动作的，充满信心，挺起胸膛，听来就是。走。就安安稳稳的，那种才是大哥嘛，对不对？就看戏怎么走啊。通常大哥演都是一开始是笑的，因为他越笑，你越感觉担心。
都是笑面虎啊。我碰到很多大哥都是，我出去买东西，哇，那个老板贵到。我问他，你认识我吗？在我面前讲价钱，就那种，对不对？就突然很多。但是我觉得明天的那个要拍他那个枪火啊，真宇大哥就厉害了，他为什么他那个戏拿奖了？把所有黑社会的表情全混合在他一身上，乱炖的。对呀，他把那个角色演绝了。看过，很棒。对呀，我在《无间道2》的时候跟振宇哥也演过好几场戏，都是我佩服的不得了。有一场戏我在大排档便当跟枪击的那场戏，演戏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哎，真的谢谢志伟哥啊！这个呢，我们因为属于一个类型片呢，所以呢，在江湖上一秒你是一个大哥呼风唤雨，下一秒就被人家拿枪指着头跪地求饶，所以呢，一瞬间的身份的换转，我们要马上能体现出来，就是让大家，比如说我赋予大家一个角色，比如说。孝天跟黄硕，你们两个人演的话，先是父亲跟孩子，突然就说转，你变父亲，他变孩子，这个太难了，听不明白了没关系，听不懂吗？哎，让我们振宇哥来示范给大家。好，金凌晨，你跟父子吗？哎呀，父子留给你们了，都行。债主跟债仔吧，欠钱的，又来讨债了。怎么还是债主跟压寨夫人呢？你想？我有赛的。来，好，准备。来，好，预备，开始。哎，先生，哎哥，哎，这个怎么搞啊？这个咋了？哇，是你。我怎么了？你欠我的什么时候还？哎呀，我知道，下次还嘛。我现在没有。怎么是下次你没钱来那个泡浴？不是，就最近就是接了点贷款，银行已经催债。啊，银行不会打死你啊，我会打死你啊！你打死我，那钱也要不回来啊，对不对？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给你多少时间？我给你很多时间的哥。不是我那个钱，你说。其实我那个钱是拿来。你说。我那个钱是拿来给我父母治病的。你笑什么呢？哎，我查过你的账户了，你去赌钱，你怎么父母啊？笑，有什么好笑啊？转！哎，什么时候把钱还回来？啊？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哎！你要不还钱，我今天就把你弄死在这儿，你信不信？啊，我信，我信，转！大哥，我真的没钱，大哥。啊，大哥，我真的没钱。没钱，大哥，我真没钱。没钱吗？大哥，什么时候还了？把钱给我，听到没有？我今天弄死你！我不要弄死我啊！不要弄死我！这样，我给你一点时间，你把钱还给我。转！救命啊！看！哎，笑死！我一看到要打人什么转，我看你敢不敢打。还是要收力嘛，对吧？我可是练拳击的。哎呦，讲了要重来一次。不。对，其实还是留了点稍微，你不能真来啊，对吧？60多的人，你怎么可就是来了一下？对。好，大家明白了吗？
很难超越啊，好，那么第一队少天、方卓，很难呐。来，爸爸跟孩子啊，爸爸发现家里钱被偷了，哦，知道是孩子做的。吃饭吗？吃饭。来，预备，开始。说，干嘛？我那个放在柜子里那2000块钱怎么不见了呀？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我都没有说是你偷的，你那么快就否认干嘛？我不是我，听懂了吗？不是你拿了就跟爸爸说一声你拿了，没有关系，2000块钱又不是什么大钱。不是我。快！你那个钱是不是你偷的？什么钱？碗给我放下！哦。我看了手机监控哦。你不要不知道。快！你为什么会多一只手机嘞？啊？你不是说你没拿那个钱吗？拿了钱买手机，这什么？朋友送我的。你哪来这么好朋友？你不介绍给我呀？啊？快！一看，这不是你吗？那是我又怎么样呢？你对你儿子有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在家里装监控，你不告诉我？我们家很穷吗？对啊，那你在意那2000块干嘛？快！啊，你交女朋友了是不是？快！你交女朋友了是不是？快！这手机我买给你就是了嘛，你拿钱干什么呢？快！手机给我。你拿我手机干嘛呢？我删除证据，我干嘛 OK， 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难呢，做不到你们那么厉害啊。没有，你们那个更好。对，也不错也不错。手机，我刚好我切的点刚好，挺好，真的挺好。好，第二组，铁柱跟思源，就是街头恶霸与普通商户的关系。恶霸上门取保护费。烤肠店，我恶霸。来，预备，开始。来，乐哥。哎，大哥，来了哈。快来一根。生意经营的不错。几号了？15号。那大哥，店的几号交租？不是还有2天吗？大哥，怎么就还有2天？提前5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你说了，时间已经到了。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你这玩意儿，总吃你这些东西。大哥跟我说了，你这个摊儿开不了。不管你是怎么样，今天把东西收拾干净，明天不要让我看到你。你这个烤肠摊，大哥，对给别人了。我求求你，大哥，你求我真得挣钱养家，大哥。你挣钱养什么家呀？我求你，你现在连我的钱还给2天，2天。我告诉你，大哥，天柱，大哥，你给我点时间，你别跟我来这套。不是，我现在最近生意确实不怎么好。快点的，我今天不要你多的，我们老大让我收1000块钱，我没说要多的，只要500。你再通融我2天，我把我妈那专费交上，我就赶紧就给你拿过来，行不行？大哥，就100，大哥，没得讲，大哥，快！啊！我笑死你！我真是，你咋的？半天都不行，半天。现在给我烤100根烤肠。来，蹲地烤100根烤肠，大伙儿都等着吃呢，快烤100根，快100根，你干啥呀？100根，50个放辣，50个不放辣椒，50个放辣，50个不放辣，50个放辣，烤，不放，让你站起来了，对，烤，大哥，你们也是啊，别以为我说他没说你们。
滚！看什么？跟你们有关系啊？你拍什么？说你呢？好看。不是。第三组是浩江、仁硕。其实我们刚才应该维持那个姿势，互换身份，但不要换姿势。你懂我意思吗？明白会更有趣一点。明白。现在你们两位呢是一个拳手师徒的关系，然后师傅发现徒弟呢去打黑拳。哦，好难，这个好难啊。来 ，OK，Action。哎，说。哎，是吧？你这做会儿个样子，还好吗？挺好的啊，挺好的。你最近干嘛呢？我最近就那个，就是没干啥，训练呗。训练。对。我怎么听说你去打黑拳了？听谁说的？是不是？现在学会骗我了是吧？啊，张叔，学会骗我了？不是，是吧？你以后还想不想打拳了？我想打。你想？对。那你打完黑拳怎么办啊？你还能参加比赛吗？但是，你知道多危险吗？啊？我需要。你很缺钱吗？我要钱。你要钱干嘛？我没病了，他得做手术，我需要70万。看换。我需要70万。70万，什么病啊？白血病，得一直化疗。坐这儿。什么时候事儿？2个月了。那没跟我说呢？你有钱吗？快！你有钱吗？我没钱。我没钱。真没钱，真没钱。我真没钱。但是，如果你打黑拳了，会被。我跟你讲，你是个好苗子，知道吗？打黑拳，你一辈子打不了拳击了。喂，你要打我啊？不是，不是打我啊？不是，我没有。你现在这么厉害啊？啊？打了我就有钱了啊？不是师傅，你喜欢打是吧？来，乖。来，戴上拳头，戴上。你现在翅膀硬了啊！来，你先打赢师傅再说。打呀！我教你这本事。快，干嘛去了？你现在打我吧。啊？整本事了啊！来，你刚才打，来，往这儿打，你别往这儿打，来，打。哦，师傅。换。来，站好了。换。要打了哈！你打师傅，你教的，你打吧。你就有钱了。换。我不想答应了啊！我真不想教你。我不想跟你动手啊！黑拳，前进！换！
打我，打！你打！师傅，我错了。OK， 还是不错的，在文戏里面有趣，在武戏里面有趣。赢了！有趣，真的太好笑了，那个哇！我们都很喜欢在出手的时候就停。对呀，我也给，不错啊，好，也看到一些好玩的。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希望给大家一个经验。振宇哥是最厉害，就是现场的转变，这个是一个演员是必须的啊。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40年世界杯都有百威，百威邀您观看无限超越班。好了，现在就转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你看，我们这些动作的电影通常都拳击啊、手枪啊、武器啊之类的嘛。枪啊，从杆这样指着，后来都已经成本事了，是歘跳出来，这个吴宇森那种。就是吴宇森那个双不可能有人这样，现在什么都来，还要先放一次格子，然后才一枪就出来，慢慢变成滑出来了。对，这些东西是怎么来呢？待会就可以让你们去试试，好不好？好，来，我们就请到周师傅。收小吧。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那个一个影视剧的动作指导周琪琪。OK， 刚刚我们讲完这么多啊，你看在挂着这些武器，有没有想拿来展示一下？斧头是怎么回事？哇！我这个吧，哎，对，因为我也是那个练拳击嘛，感觉可以攻可以防，科幻片。对啊，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啊，提钩摆，哇，很好用啊，格挡，这个很好用的。如果真的是再长一点，你刀剑都进不来。真的吗？反正练拳击最讲究的是距离感。斧头也是距离感的，单斧可以，但双斧你就砍一下，你要停顿嘛。斧头我可以抓。你看纪伟哥拿了斧头，斧头你挡得了吗？斧头这样一来，哇！哎呦，武行！好厉害！真的不好挡啊，这个啊！你看，来帮我把这个铁手套做厚一点。他懂的是吧？他武行你怎么挡啊？不好打，遇到不专业的可以，专业的有点难。对，但是你不想挡的时候就中了，你真的要挡，对呀，不挡更麻烦。你脱不掉啊？我一直在想，你那个斧头是怎么，的确是很难弄啊。旋风睡不着了，刚才想了，一直在想。因为双斧你真的有时候你要扶了。对，因为他没有给我空隙，他又是防又是打，就很难弄。他呢，双斧是什么呢？跟双刀一样啊，他是跟着身体走的，他又是防又是打，他是卷着身体走的啊，劈，这样打的嘛，所以你都跟着不停的这样，永远在。对呀，你是很难的。那如果跟双斧拿什么打比较好？
就棍长一点才可以吧？你就跑吧，你为啥还要打呢？你看见就跑，你就跑啊！也对，对我应该永远跑到那边去拿把枪，对不对？但是，哎呀，太认真了。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想找到距离，然后就找区别。我展示一个啊，棍呢？哦，好，在铁柱面前耍棍。见者之道，剑道。哎，这太不行，这个太那个啥了，你太高了，我得进去。对，本来想展示拳击的啊。小心了，这伟哥，他会脱手的。哇，来了，哇！慢，好。我以为你表演什么啊？我也只上了1节课，我上，还有谁？还有谁？我来棍儿吧，点地，1、2、3，打拉，1、2、3。这个精细的，对，上面好厉害。还1、2、3人打回来。他那个盘棍其实很难的。对，嗯，好，还有谁？扑克牌，把这折一下，好这样。哦，这个回来了，其实这个回来了。来，这是一种管法，这是一种开法。哎，不错。然后像有的这个样子。哇，这个有饭，有2手啊。好啦，就是开关的意思了。哎呦，还有谁？哇，没想到啊！哇哟！哎，没有这个以前练过一点点。每个人就有一点对，有技能。所以这就是我们拍这些戏啊，通常都会用到的。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我们打出国际都是靠这些小玩意儿，中国功夫，还有这些创意，能够让外国人也看到，真的，他们对我们中国电影是特别喜欢，所有动作片都是。好像成龙大哥也是一个跑酷的运动员，因为李小龙提出 MMA， 但是，成龙大哥就带起跑酷。这2位都是让大家相信真实的，李小龙是真实的，成龙是真实的。对，用这个肉身做给你看的。对，真的用身体用命来的。我想他们现在都没有机会看一个实弹的，或者是比较少。我意思他们现在都是用那个豆空包弹，就假的，光有那个声，没有那个。连这个都如果有剧组省了，对，其实不是你自己做办，所以很多演员就自己嘴巴是棒，咚。来，老师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大家一起练习几个开枪的动作，就是剧组戏里面经常能用到的。这个有一个啊，大哥，当然我们拿枪的时候呢，但最好我们都手指在外面要检查一下这个国际的。我跟老外就擦，跟着再胖，证明里面没有弹了，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个卡弹的东西，哎，没有了就放心，谢谢你。我们通常拍戏叫枪叫什么？鬼枪。对。所以必须要检查清楚，为自己。第二是手不要在里面，你没有用，你不要去扣。对，一定要手在外面比较好，所有都要放在里面。当你挤的时候就慢慢，因为很容易就已经到了嘛。就是这个。来，周师傅，你来示范一下，来大家看看啊。来，那个咱们俩配合一下。好。
两个人走位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我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对，我往这边滚，你往这边走。我左边滚还是右边滚？对，你往这边滚。对，到了这个位置，咱俩交叉回来。哇塞，哇，来，你往这边走。你穿了长裤，穿纱裤子，没有，就是他这两个膝盖交叉，对，这个膝盖下，这个膝盖跟，就一个起。哦，就不是一个单独的表演。哎呦，是这个意思吧？哎呦，是这个意思吧？你比较像一个腿有毛病的人。他这个到底怎么转？哎，挺难的，哎，挺难的这个。他是一只膝盖一只脚一只。对呀。它是两个借力，它不是这样拧的，它是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没有，对，差不多。你要看清楚人家怎么搞，你身体转干嘛？你不是身体带脚，是脚带身体啊，哥。对，用两个膝盖带动身体一下的接力。来，新源跟铁柱，你们两个示范，预备，开始。你射谁？跳了个舞。他是move这也可以，但铁柱那个就是硬转了。你在示范是每一个角度能开一枪的，他们就理解了。因为它是360嘛，360下膝盖棒，你看就是这个意思。胸在前面。对。哦，很难很快。对了，胸在前面。在培训里面，我觉得所有学员都很兴奋，新演员一直很希望能够拍一些很英雄的电影啊，这个讲社团的啊，或者讲义气啊那些，比如拿枪更是兴奋。观众旁边的，哎，还不错。等会儿。起来有点难，哇，这个小心啊，有闪到腰。1、2、3。投降。好，我也感到好痛。你这个步是不可以，但是你做完这个呢，突然间旁边有人，你爬不起来了。哎，右肩先下。你一出去，如果出来是左脚是错的，一定是右脚在前面的。是呀。你不能有这样子的啊？对啊，左在。哎，老爱见没？对啊。哦 ，OK。不错。用肩膀。对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演打戏，但是我觉得《无限超越班》就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尝试。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有功底在的，是要去训练的。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非常难。好，刚刚我们就都全部的试过，大家一起来中招也有，什么都有了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枪战啊或者动作的这个犯罪电影里面都常见的，因为我们的题目是枪火嘛，所以刚刚那些可能会用到的。OK， 那我们马上就结束今天的这个比试了，要大家换好衣服去小考的市场。对，好 ，OK，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3年之期已到，这一次我要欧什么印啊？万一赔了呢？老婆孩子怎么办？你不知道蚂蚁保上有储蓄型保险吗？别光想着那一天，你每个月放点闲钱进去，先努力撑到第2级呗。蚂蚁保储蓄型保险，大牌保资，安全稳健，保底收益写进合同里。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先买个10年。来，欢迎大家。今天呢，大家换上了练功服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拍摄剧目是《峥嵘岁月》，讲述的是发生在70年代文工团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文艺汇报舞台的训练场地，因为文工团需要参加各种的文艺汇演，每一位的成员呢，也希望你们是能够多才多艺的。我过去是一个文艺兵，当了几年？我当了3年。3年。我是刚去的时候，也只是报幕啊、唱歌啊什么的。我其实不太会跳舞，但是确实大家都是在一起训练，你不会也得会了。到最后呢，就变成跳舞也得会，打快板也得会，相声也得会，小品也得会，包括置景啊，置景也要对呀，做舞台吗？对啊，你自己去准备道具啊，各个工种你最后你都会去参与。哇，会，好强！我觉得其实挺锻炼人的，真的挺锻炼人的。你们其实应该都经历过这些吧？上小学就有这种活动了。我有考过歌舞团。但我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快11岁才去考的，去了以后我进过复试了，但是突然有一个他们歌舞团的男演员过去跟我差不多高，然后老师就说，你应该不行，因为男生举不动你，然后我就被刷下来了。我当兵之前我也去考过其他的文艺团体，然后说你来段舞蹈吧。舞台上很多的灰，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太胖了，然后我一跳，梆一倒地，那个灰全起来了。哇！一起来，我当时在想，那不是一种效果吗？仙气飘飘的感觉。所以我就没选上，人家就没要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像能跳舞的人。那行吧。来吧，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场临时的文艺汇演来对大家进行一个才艺摸底，我把你们的才艺特长都展现出来。各位领导们、同志们，舞台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我们无限超越班的文艺汇演也要开始了。下面有请张可盈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送别》。他的声音都好像，他像那个电报出来的那个，还挺像的，你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好像。那个年代，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哇，那感觉了。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好看啊，太美了。好有那个味道啊！对，很好，很好。哎呀，谢谢大家。好了，第一个搞成这样，不敢去了，压力给到。哎，先不聊，来，我觉得啊，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这个年纪的话，他其实有这种年代感是不容易的，因为有年代背景的戏，你那个自带的年代感是很重要的。而且你那个声音条件也很好哈，但你要说你的眼神再多一点就好了。下一位，尚新月同学为我们带来《
舞表演，大家掌声。Vengo en busca con la musa de algo nuevo. Dime qué pasa, pasa mañana. Papi, por mi cara que tú gozas. Papi, vamos a hacerlo toda hora. Adentro del mar, tú quieres nadar. 挺优秀的哈。 非常好，魅力无限，谢谢各位。下一位，下一位。哇！谢谢，成功。他能起来不容易呢。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 哇，灵活，很柔软。两兄啊，应得啥子女红妆？两兄，你愿不愿配鸳鸯？好听，都多才多艺啊！下面有请苏琪为我们带来舞蹈表演。 哇！哇！哇哦！哇哦！哇，好厉害，真棒！很好，我给大家出黑板报。 雷色晨光，涛卷流年逐浪，无畏张扬，限定此间年少。舞鞋旋转，青春于潮色里，低吟浅唱。啊，藏头诗啊，没有看到。献给我们的刘涛老师和郝雷老师。雷涛没关系，我们俩的。雷涛。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我们的一个训练课程。 肢体开发课，让大家学习怎么用肢体去表达情绪。这个训练呢，叫做元素训练，有风、有水、有火，我们就分别去操作这个训练。就是你就是这个元素的本身。上一次我们面试的时候，不是有4个女孩去用肢体做表演吗？苏琪的那段肢体里面，其实有一些故事性。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概念搞清楚，就是我们的肢体是服务于我们的角色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最简单的水，啊，就是你只是水，但你至于你的水是什么形态，自己决定。然后我们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学舞蹈的人，我很喜欢去用肢体表达我的情感。来吧。 你就自由的选一个地方，然后每个人之间稍微有一点距离啊，不要互相影响。老师，我试试啊，也看看我到时候对你不需要特别大动，你不要那个，你在旁边演冰块就好了。也可以，我真的是可以。啊，你真的反应好快哟，冰块也是水，好厉害。来，安静，找到自己的状态，好不好？ 在这个当下，我唯独能够想到的就是水是流动的、缓慢的、优雅的。我先是小雨滴，然后慢慢飘落到溪水里，然后随着那个溪水再慢慢的流淌。 我是在一个阳光下的小溪，在这里很享受，然后跟着这个水的流动，然后慢慢的，我享受这个阳光。还在想象，对，还没找。这是杯子里的水，然后被打翻了，躺到地上，然后慢慢的随着它的地形在流动。就是这太美了，都是有点美。 学过舞蹈的吧，
控制欲太好了。它的每一个形体都像舞蹈，是吧？对，不自由。你别看它有些美度，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能感受到他感受到了水。你看他其实他没有那么规矩，他反倒好，知道吧？真是一滩水。先停一下，停下来。刚才啊，所有人的里面，就是依林、刘璇，他们两个就做的挺好的。我想象的是，我儿子拿了一杯不稳的水在杯子里晃动，然后放到冰箱的冰块，他给了我一点启发，然后放到冰块，然后我就被冻住了。你看这叙述，他没有拟人化。啊，他不是说他想怎么样，他在外部找一个没有，他就是，所以他就看起来就是很自然。依林，你呢？我想象是我上个月去雨林徒步，然后我在想那个水的感觉，就是有时快，有时慢，啊，有时候撞到石头里。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这个地方去感觉一下当时的感觉。依林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形体训练，所以他没有一个姿态感，但是它的质感会让我相信它是水。那其他大部分的人还想着我怎么美，我很美，我很美，没有水不会知道自己美的，明白吗？明白。就是尤其是舒淇呀、新月学舞蹈的，脚哪有一个水脚绷得那么好，你知道吗？太美了，规则感太强了。这是我的肌肉记忆，可能这个是我的身体，它自己我控制不了它，压力。肌肉记忆，肌肉记忆，对，所以要改变呢，明白吧？你要感受那个东西，在你的想象里建立起来，啊，不要去演，好不好？是不需要任何动作。也不是不需要任何动作，就是你不能为了动作而动作，你感知到什么，你才去做什么。就是基础训练，就是让你不断的去接近那个真实的感知。我觉得就是首先要把自己交出去吧。就有很多人接到剧本以后，他都还是在自己当中，他并没有在角色当中。对啊，就是你要热爱心中的艺术，不能热爱艺术中的自己啊。你得把你的身体腾空。让给这个角色的灵魂。好，那咱们进入下一趴。风怎么风啊？风是什么样子的？要想象。哦，吹走了，吹回来。来呗，来。先是有规律的小风。渐渐的风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乱刮的风，左边刮到右边，又刮到前面。你们两个人就是自我留的太多了，就是还是舒淇在演风，婷婷在演风，你是风。明白吗？就是风哪有什么表情？就你们俩，这，你想转就是转，这是很自由的一个状态，这是放松，放松，来，来停下来，来张可盈继续来看他。他自己是一个风来，就感觉在被吹，然后又被刮。真的让我看到他就像一个风铃一样，就一直在转，然后风的那种感觉。可盈很投入，他把我带入了那个风的情境里，我相信那是真的。那刚才，好，停一下，
刚才他在那个汇报演出那个表演的时候，他是有舞蹈功底的，但是他刚才是不是没有跳舞？对，他只是自由的在旋转，你也在转，但是你的区别是什么？什么？叫他扫腿舞，扫腿舞，扫腿舞。就你懂那个啊？就是符号感、姿态感，不要那些东西，你懂吗？来吧，最后一个火吧。你想火怎么演？烫是吧？你演的是？他最后总结他元素训练，他都是演了个疯子。都疯了。来，音乐。看柴火在烧了。可以的，想象力很好，非常可以嘛。被风吹着，对，不错，可以不错。这是比刚开始的时候都要好，所有人都是有进步的。好了，我们刚才呢都热身完了，那么接下来你们需要带入情境当中的角色，然后去感受音乐里面的情绪，用肢体来演绎。第一组呢是谢依霖、熊黛林、刘璇。第一组啊，你们的情境呢是，你们是曾经的3个最好的闺蜜，但是已经人到暮年了，你们再次来到了你们熟悉的地方。明天它就要拆了，请用你们的肢体配着音乐，演出你们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好，可以。你抢主角，你背叛。那我们台词照旧。对，以前前面一样。来，3、2、1，开始。这样，很好啊，还能不能跳啊？都这么久没来了，我也不知道，试一下吧。行，身材还是那么好，还好。我那时候，哎，你们2个早就到了。哎呦，璇，哇，这里变样好多啊！你看，以前我们哇，这么长的队伍，对，但是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怎么了？我们不是要来跳舞的吗？还跳吗？跳啊！还跟我跳吗？你还抢我位置吗？你还生气吗？我生气就不来了。对不起。我们来干嘛的？跳啊！最后一次，今天就给他跳那个最多人喜欢看。我们以前下面多少观众啊，比你们人多多啦！这首太悲情了 ，OK？ 忘了我们是什么吗？来吧。忘了吗？手忘了呀？忘了。往右看，再往左看。我老是忘。那你都不能站中间，我跟你说了。哎，等一下，踩，小心哦，踩，右脚，换左脚。哎，我这好像还没有生疏哎。羡慕羡慕，最美的，谢谢。好，
好吧，好吧。说往左看往右看的时候，其实是挺生动的，因为3个人交流上了啊，前面就是交流不上，我估计自己心里也挺着急。要么你就是你抢了我的话，要么就是我现在该不该说话，他不是靠说的，你知道吗？比如说啊，随便啊，我们不用演全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来不是这个样子，烦死了你！哎呀，我的秘密基地你忘了？哎，你过来，你过来，你看，来，那，躲那儿睡觉呢，没变哎。你去，要不要躺一下？要不要躺一下？我才不要！什么年纪了还躺下？你有成大腕儿嘞，嘿！你们好吗？好。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你知道我们曾经是有故事的，就不需要演一个你是我好朋友。就包括刚才戴琳说什么，你还生我气吗？生活就可能是这样的，可能来了，哎，刘小姐，什么意思啊？你想我什么意思呀？看不懂啊？看不顺眼我就不要来啊。我先来的。哎，你永远就这个德性。你不就喜欢我这个德性吗？哎呦天哪，世界生命，是不是？他是一个一看就是以前是有故事的，而不是说你原谅我吧。哪有太肉麻了？就是人很奇怪，吵吵，然后就不能对视，一对视就笑了，内心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是吧？这才好看呀。对，那都点头了，一定这是很简单的生活经历嘛。下一组呗，走。我们刚才的这个练习啊，主要是看一看大家运用肢体的能力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谈一谈这个个人经历，好不好？因为其实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朋友有过团体生活的经历，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离开团体、离开朋友，或者一段很深刻的感情，有没有什么特别分别时刻、一些难忘的时刻？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就是之前我们《小时代》在拍戏的时候，我们就拍了1、2、3、4嘛，然后都是连着拍，然后我们整天就是都在见面，然后整天都嘻嘻哈哈、玩玩闹闹，然后最后3、4拍的有点困难，又有点辛苦，最后就大家一一的杀青了。我们杀青是分开杀青的，所以我们没有正式的说再见，从来没有过。然后后来在上映10年后，11、12年，刚好有一个工作室，我们终于是4个人在一起。可是那一天晚上，我们就聚在一起聊天。然后那时候当下想说，哇，是真的很舍不得离开，就是，然后又觉得啊，好年轻哦，你怎么就说再见了呢？应该那个时候要好好再见，然后就蛮舍不得的，我们那时候真的从来没想过，原来4个人聚在一起这么难，真的是很傻。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大家还会再见，还会再见，还会再聚，但是事实上其实不一定，就是命运有的时候就会很快把你们推向远方。那你为什么刚才演的时候不把这段经历用上呢？就我跟你们讲一个啊，就是你不是用上那个事儿。而是用上你那个情境当下的你的心境，那个不舍。对呀，这很好的经历嘛。我有过那种跟很多女孩在一起生活的经历，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我离开宿舍的时候，然后我也没有跟他们说，就是不想要那种大家都送我，然后哭的不行的那种情节，然后
就默默的把我的房间打扫好，给那个朋友们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走了，可以去找我玩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还说那个我房间沙发是新买的，谁要就把它搬走。其实没有很悲伤的场景，他们就蜂拥而至，把我房间留的那些东西，他们有用的就搬走了。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离别的场景。哎，我跟你们讲一个，你知道我特别听不了一首歌啊，就是小虎队的那个《一路顺风》。我为什么听不了这首歌呢？我最开始没考到上海戏剧学院之前啊，我就做演员了。然后当时是我爸开了一辆车，从我的老家通化，就是带着我去长春。然后我的同学们就来送我，你本来那么小的年纪离开家就挺难过的，但是大家都没有表现出来。但我就强忍着，我也没有回头。这时候就后面好大的声音集体唱。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我的天哪，给我哭的！我们家到长春大概以后都是你演戏的素材，都是你表演的素材。我听完，哎呦天哪！因为我也有一些分别的那个，就是我还讲跟我队友吧，因为跟他们时间是最长的。我就现在还记得我的同龄的那些所有的队友，就是每一个我送他们的时候那种离别的感受。乔亚。我们年龄是有3个比较年龄相仿的。那天晚上去给他送行的时候，是我跟叶玲玲，我们背着巨大的行李去到了这个火车站的行李托运处，我就看着他，然后就想到4年前，我真的是在同一个地方带着希望来的，还想到了当时在接我的那个教练给我处理行李的那个画面，一下子就浮现上来了，我就跟乔亚相对的时候，马上那个泪就落下来了。包括现在我都记得，然后还有叶玲玲，我们俩是闺蜜，我们不是要控体重吗？我们就在林星要退役的时候，我们就坐在6楼的这个宿舍的这个楼梯口，就这样，真的是肩并着肩这样头靠着头，就在聊那些我们曾经为了欺骗教练。喊坚持的暗号，然后我们对，然后又有这个吃着冰淇淋，我们要控体重嘛。但是他第2天我就是要给他送行，然后我们俩就是那个场景非常的画面很具体，就那真的是火车缓缓的开，他头伸出来，然后对我招手，我们俩一看的时候就又泪崩了，就反正这种场景，我就觉得哇。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并肩作战的好战友。我那种失落，我感觉到的就是说，不只是跟队友的不舍，其实我送走他们的时候，是把自己跟他曾经并肩的自己也送走了，就是那种感觉。是的，对。其实刚刚韩寒老师说那首有首歌，我们当时听到有一首歌，说吧，说你爱我吧，就是这首歌，就是我们在那狂在那，就我在后期训练的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坐在宿舍里面的脑子里面就会浮现出这首歌，然后我就会浮现出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场景。是的，就是你通过各种的分别，你自己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对，是的，我现在想到就是也会，就是眼泪一下子就对。
徐老师，我想讲一个，我本来不想讲，但是我听到这儿，我突然想讲，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出去这个国外演出，当时舞蹈队里面有一个姐姐，我到现在都非常印象深刻，她跳舞跳得非常非常好。然后那个时候，当我还是一个非常内向、不敢说话的，在合唱团站着的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她，我就觉得，如果以后过几年我能像她那样就好了，我们天天在一块儿吃，在一块儿玩。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微信什么的嘛，这样就没有再联络。然后再看到她的消息就是，她成为了自媒体，做得很好的，发展得非常非常好。我也一直在关注她，然后也给她发私信，然后我们就又联络上。然后结果又没有过1、2年，突然间再看到的信息就是她得了癌症晚期。当然我还是在关注她，我想她会好起来。然后但是再看到信息的时候，就是已经去世了。可是那时候我才上大2吧，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死亡是有随机性的。就从那以后，不管是跟身边的任何人，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要好好说再见，就是因为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最后一年，就很珍惜，就有珍惜当下，当下，我听了张可颐说她的故事之后，我特别有感触。就像她说的，无论我们面对谁，要学会好好告别，就是我们很郑重的抱一下，或很郑重的对彼此说一声再见，或者是对他的一些祝福，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蚂蚁保为你优选储蓄型保险，安全稳健的大牌保司，同类产品的第7队的收益水平，小钱稳稳滚大，保底收益显真可痛。上支付宝搜蚂蚁保，选无限超越版同款保险。看到今天大家的服装，知道有准备了啊。谁给你们准备的？自己。哦，怪不得。自己的。自己掏钱的。那好，我们就开始我们小考。好。当然，通常我们行走江湖了啊，都有一技傍身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要表演一下？对啊，有没有王朔？王朔，你演小弟还是大哥啊？大哥。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帅。帅。因为我是大哥嘛，所以说我的技巧呢是有一些保命的。比如说现在一颗子弹飞速的朝我的脑袋射过来，这个时候我直接给他躲过去。如果右边有一颗子弹，我一歪就给他躲过去。如果非常多子弹朝我的脑袋射过来，那么我也可以躲。如果说非常非常多对着我了，那我可以用脚躲过去。太狠了。Over。哇塞！如果是个手榴弹呢？
那我就跑呗。来，钟美美，把惹我的人搬上来吧。我让你老训我，让你老说我。哎呀，不好意思。你加近一点啊，不然你怎么扔呢？对，加近。哎，你准不准啊你？哇，胆子那么大！哦，你就扔粉笔头，扔你的头，扔你个头。来，水饼猴，我技能就是哇，水饼猴后面挺起成龙的，在保护大哥的时候，嚯！哦，哇！我没见过这样杀手还翻2个跟斗墙去。奇怪，我真的想再来一次。如果有杀手杀你大哥，你怎么保护？我护一下。是，如果大哥有危险，你可以怎么保护他？看，有危险！嚯！嚯！不是翻啊翻！你刚才不是说要翻吗？救人呐！救人呐！刚才你不是要翻吗？为什么不翻呢？到底是保镖还是医生啊？忘翻了。哎呦！找一个更厉害的，开司员。哦，你是哪位啊？这个我是跟一位老师学的。跟谁啊 ？If you want to be a real Hong Kong trade， 必须要有重金属的手链，还要有重金属的项链。就是你要看我的访问那个老外的访问。对。 Just like me, color is putting outside, and then you must have a heavy metal like that. 好，有点研究啊，好。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当老大遇到危险的时候，恐吓。我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没见过，没见过，太厉害了，太厉害，厉害！我翻跟着你往地下爬，没事没事。哎呀，来下一个。古惑仔洗剪吹，然后这个穿搭是跟吴镇宇老师在《无间道》里学的。哎，曾经说他是一个杀手。杀手。那你能 get 得到那位置？一点点。你试试看，现在穿这个。哎，昨天看刘涛都不是这个眼神的。歌唱给你听，命也给你。好，可以。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干净。干净一点的是。干净是什么意思？对，比如说来，照片，你过来，走过来。他们一走就是。对，就是这种。哦。纪伟哥真的太厉害了，我就要你那种啊，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嘛，就是唰。对，干净，哎呀，厉害，纪伟哥一看就够干净。好，下一位，我表演一个就是一招制敌。啊，一招制敌啊？对，这个叫忍者脚。啊。你打我是吧？我就叫忍者脚，跟我忍者脚，你就配合我一下，你放松就完了啊。好，好了。脚呢？就这样。脚呢？
他说的裸脚。对，这怎么？要不要是实在的，在一个实际的情况之下，你能做？有很多种脚法，就是说，那比如说啦，我是演大哥，好，你们都来保护我，我看你怎么能把我搞定。好，来咱们好，纪凌尘。1、2、3。哎，等一下，什么？没事。怎么依旧记你啊？什么脚？水饺还是煎饺？没办法，还过不去啊。那1对1啊？1对1可以。哦，1对1，好，1对1，哎，好，来，哦，1对1，他不行。还得救援对手。王朔，好，就你了。1、2、3，今天找你麻烦。好，这个反正就是参考啊。OK， 我们呢这个考题的方向呢就是呢，选出保护老大的5名保镖成员，和老大的一个亲弟弟叫安南。好，那水秉侯你拿把枪出来吧，你是神枪手。他不翻跟斗不舒服，因为神枪手那个冷，那个专注，不会动来动去。我想姚冠宇你去演神枪手，把那个冷的梗对演这个。动，蛮有电影感的他的脸。好，你们坐一下，我们进去商量啊。麦克，我想真的是冠宇试试，他会有一个新的感觉。那现在哮天是演阿肥是吧？阿肥是蛮像的，修枪他已经阿肥那个动作都能很快准确的，他确实很喜欢阿肥那个。阿鬼那个就是阿鬼就是龙硕。哎，他弯起来坐在那边，就好像挺像他的。我说别搞阿来的店。安南就是纪凌尘。怎么样？到时候拿这个钱，我们就可以去 KTV， 我们什么都可以干。虽然刚才的动作多，但是他也是多到一点点精髓。我觉得他的讨人厌蛮适合安南那个讨厌鬼。同意。他有安南那个讨厌鬼那个感觉吗？行。发现我招定，开枪我就开枪。大嫂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勾引过我咪，他勾引过我。岳浩江比他用心。王朔比吴天豪好像好一点是吧？好一点，因为他没有说马上做，对不对？他就一直。对不起，大嫂，对不起，你有没有搞大嫂啊？天豪永远要加情绪上。对不起，有没有搞大嫂？有没有搞大嫂？你没马上反驳我，就是默认，是不是？我们选上的是王朔。好。好，现在就是参火的全新阵容就在这里了。好演啊！因为这宇哥明天就想用一个，那个年代呢是用胶片拍的，胶片单机很碎的。所以那场戏怎么演、怎么接，就看你们了。只有3次机会，只能演3次。我们就收工，下一个镜头。电影是很珍贵的。哦，好有压力哦。
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女生的剧目正式考核。本轮剧目是一部经典的70年代的女生群戏，讲述了那个年代的部队文工团里一群女兵的故事。本轮考核是70年代情境演绎题，去还原一个那个年代真实的生活场景，需要演出那个年代最真实与生动的人物关系，最终会定下6个角色。第一组来。熊黛林、余音啊，您的情境是70年代的家庭里，女儿偷穿了妈妈的喇叭裤，太像一个孩子和妈妈了。拖地了，马上把这里打扫一遍，开始拖地。来，准备，3、2、1，开始。幼儿园短卷多了，就它容易过，是吧？其实他可爱，就挺聪明的。其实，咦，你在干嘛？那是什么东西？拿出来！你怎么换成这样子啊？跟猴子屁股一样。这谁的裤子？你在家干嘛？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没有，妈妈，我没有。你没有谈恋爱，你怎么换成这样子？你打扮给谁看呢？啊？你知不知道女孩子不好好学习，以后考不上大学，哪里来的工作？别这样说，把剧情全说出来。来，停，看不下去。就是你进来没有好好看他怎么了？你要先看到他，你不是回来抓他的，你是下班来，你正常下班，把这东西往这一挂。写完作业了没有？干嘛呢？是不是这样？转过来，捡起来，捡起来。小孩你不学好呢，等会儿。你站着。报你们，是不是这样啊？你又不是在那说，你怎么样？你谈恋爱了？你的天哪！我去拍他屁股，是我心疼裤子。你知道那时候的牛仔裤是多难得，你明白吗？你得行动起来，那个关系得真实。下一组吧，下一组，可盈、婷婷。哎，在哪儿呢？全村第一的电视机在哪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啊，还挡起来，打开我看看呀。哎，你挡你。哦呦，这么小，我得坐这儿我才看得见。我也合适，你家这么小，放这个小电视挺合适。是没你家大，那这不是全村第一台吗？你家有吗？没有，所以来你家看。这电视也没那么重要呀。不重要，一点不重要。那你那茶叶呢？没了，早喝没了。你还不知道啥意思啊？我看不下去呢。哎，停，啥意思啊？你俩这来看什么的呀？到底是啊？还没进入正题。不是电视，你见过电视吗？全村第一台电视，没见过电视。你见过电视吗？你可以说在哪儿呢？在哪儿的电视？对呀。哇，就你那个惊喜，你那个惊叹，你那个没见过世面，就是哇塞，那个摸一下，这就是打开有电没电的，就是你咋又喝水又泡茶又找茶叶？我想演的是我其实羡慕，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羡慕。什么？不行，你知道是所有的人到时间全部要跑到那个，只要一个有电视的，哇，那集中起来看那个电视的，对吧？而且你们俩一直在强调剧情，第一台电视，又直奔结果，又直接拿嘴叙述剧情，那还要演员干嘛呢？再来一遍，好，开始。
可以。都没来啊？你来挺早啊。哎，给你，我家最后一个罐头了。这么大，你藏起来，待会儿他们走了之后，你一个人偷偷吃。给我看看，这今天也太大了吧？给我看看呗。哎，你等等，我来。他们要是对这个东西啊，就是没感觉，都是在假作状。还老看他干啥呀？不是你还是我跟你讲，就是你的真实感没有。你在这，你刚才干嘛？把他给你的罐头拿这儿了是吧？然后他自己是不是去掀开那个了？你就跟他说别动，我来操作，是吧？有电，有电，太骄傲了，你得有这个东西。是吧？你们俩感觉跟没事人似的，而且婷婷，你几次对这个电视都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你一点感觉，就我忍不了了哈。就是你进到人家家，你把人东西你给他，呀，这就是电视啊！对呀，哎呦，你看了这个电视，哎呦，就是你得真的在看这电视，哎呀，挺大个哈。就是你目中无他，就有电视，你老看看他，看看你，对，看老看他干啥呀？他有可能是来看他的，是来看电视，对你的吸引力始终没有。我刚才都提供给你了，说你拿罐头拿瓜子儿，就是为了做前一点。那你立刻得这样啊？那你目的呢？你舞台行动哪儿去了？你这可盈，那个我给你买的黄桃罐头，他说你来这么早啊，我坐这儿，我在前面，行不行？可盈？行啊，我能看见吗？我在这儿。你这位置最好了，你这要不是你是我好姐妹，你都不可能来。那必须的呀，是不是应该这样？哎，你先打给我看看行吗？现在呀，那哪能行啊？这人都没来呢，得大家一块儿看。我就看一下。那行吧。快，别动，我来。那是不是应该这样？对不对？你得对这个好奇啊！你那心对啥都不好奇。对，我椅子我也不好奇，我电视我也不好奇。对他很好奇，对他很好奇，对他很好奇，老看他。对，主要是他的电视是偷来的，你知道吧？所以很好奇。所有的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电视，这台电视机，要不然没有意义了，是吧？好像我们确实是对那个年代的，包括就是真的那个生活这个了解有欠缺，所以说就是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在那个当下即兴想到的都跟老师在告诉我们的会大相径庭。电视机对你们来说的确一点都不稀奇，那你就想象一个你稀奇的东西就好了，你把那个东西投射在这个电视机上这个道具上不就好了吗？这生生的就得演这个假的东西，这太不好看了。对，生活的质感缺失。但是我就告诉你，我现在让你马上回到一个现代戏，你也演不了。这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没有待在那个生活的质感里。就像我经常说的，职业演员那在生活中就是个普通人，你就没有在生活里。怎么创造艺术？怎么高于生活？那没戏了，这个事就变成人话都不会说了。对，是不是？对。你想演一个吗？好，你来一遍吧。来，哪个化妆的还是穿裤子？你想演哪个？你想你谁都行。我想演电视机，看电视的那个。对。啊，行。我们可不可以一个一个上一个？随便，随机，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做。对，好，那你要演哪个？你来看电视的。那我演家里有电视机的行不？行，可以。啊，然后一会儿来的人越来越多，看谁对这个电视真能演得出来。是的啊，来吧。大林，平时不见你那么早来，今天那么早，干嘛呢？我看一下，我加酱油，哎，小心点，这可金贵着呢，看过没有？哇，
想看不看？想看。哇！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别摸，别摸，别摸，摸坏了。想看是不是？啊！拿凳子，凳子，凳子，凳子。我这。哎，想坐哪？随便坐，随便坐。我可以去，随便去，随便去。大林，大林！哎呀！喂，来，来啦，来了呀，莹姐。你说的呀？糕点。大林姐，哎，好，我给你带了，我给你带了国外的巧克力。咱俩一块，咱俩一块。哎，喂，我别吵，别吵，别吵，别吵。没节奏，内心没节奏。我先来。要进来？嗯，我先来的。要不你开吧。我，你先起来。你先起来。哎，不懂礼貌。来，先起来，这样。往上，扯到啊！很贵呀，往上是吗？这样。哎呀，我和他家的。这是个灾难哈！这灾难真的是个灾难，非常乱。为什么非常乱？讲一下，就你自己的人物啊不坚实，然后你就无法形成关系，你们的剧情也就无法推动。就一窝蜂来凑热闹，因为我们其实是递进的考核的，一定是那个一次比一次更难的，对吧？你们自己也感觉到了，从一清早一直到现在，那你们怎么通过呢？那我们还拍吗？想一想，太难了，年龄感、时代感都没有。就这些姑娘们对那个年代的生活是毫无概念的，这是不行的。真的，一个演员的这个知识储备量要巨大才行。就是演戏就是上战场，对吧？你一上去一开机，那些东西全部都要用上的。你到那时候再去补充，你远远都来不及了。就先把政委定了吧。政委好定啊，政委就是他嘛。对啊，年龄感也是很重要的，年龄感那个状态也是的。他也挺像的，就小麻雀的名儿也挺像他的，就是这种，是吧？他是性格直爽泼辣，也行。对他俩这个我现在有点矛盾。舒淇要演那个叶小人的话，对他来讲，我觉得他身上他那股劲儿啊有点硬，就让音乐他可以揉下去。来吧，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角色定下来了。现在宣布一下，叶小玲这个角色是新来的女兵，内向自卑，渴望被接纳。我们的选择是尚新月。谢谢。周小小，文工团的舞蹈演员，美丽善良，有些娇气，是苏琪。角色陈淑芬，干部子弟，性格直爽泼辣。我们的选择是黄婷婷。沈英姿，善良敏感，有正义感，但不敢出头，是于英。小麻雀，舞蹈队成员，心直口快，有些刻薄。我们的选择是张可盈。来的时候就说我不想演刻薄的角色，必须给你安排上。政委，威严但有温情，是刘璇。合适，合适，忒合适。没有获得角色的议员也不要难过，因为明天我们还会发布一些龙套的角色。那这次的剧目有牵扯到舞蹈的部分，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24小时的排练厅，如果有需要练舞蹈的同学可以去啊，但是注意啊，别受伤，别受伤。好吧，期待大家明天的表现。谢谢老师，加油，晚安，明天见。最后一组是不能参与第2轮的试镜，大家把名牌撕下来。好遗憾啊，这个团队就走到这儿。再见。再见。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加油！拜拜。哎呀。心里还是会有一些难过，觉得
坏了，这趟旅程就走到这儿就结束了。好遗憾啊。结束啦，会留有一些遗憾。我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了，但没想到那一刻我还是很懊悔，就都拼尽全力，但没用，我觉得没用，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假如这个班没有我这个人，可能大家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其实我们就是跟第3名，如果纯论分数只差40分，其实没有。对，不可能。对。不是，其实我真的挺想跟大家道歉的，因为说是一个没事儿哥，那不至于，因为我们组的人真的很容易把责任往自己身上，真不是，咱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对。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呢？好，走吧，坦然面对吧。这么冷。没事。哦。老师好，李老师好，各位议员好。我知道你们现在心情也不太好，刚被淘汰下来。前几天我在节目组就听说有一个班垫底，我很好奇，不知道是哪6位，今天让我见到了，原来是你们6个人。我给你们每个人准备了一封信，你们自己都念一下。黄奕欣。黄奕欣有一种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感人至深，我觉得非常了不。就是因为黄奕欣的表演，给大家带来了发自心底、发自内心的笑声。我们特别爱你，你非常的好。念完了。黄奕欣为什么那段信没念完呢？现在能念吗？我们特别爱你，你非常的好，在国内你属第一。我们特别爱你，你非常的好，在国内您属第一，应该是。给你的评价太高了。我觉得我根本念不出口，就是那些评价。你现在受之有愧？十分有愧。其实不要紧人生坎坷多于平坦。朱美吉。姜老师，美吉是我很信任的一位演员，从早期到现在，她的成长特别大，从来不掉链子，只要有她在就很放心，就算压力大的时候，她也能稳住。我们时尚无难事，有她在就稳一半了。朱美吉加油，咱们一起把这关过了。这条路不管怎么走，都是对的。我们是时尚无难事。是松天硕松导，我们在《喜人奇妙夜1》的时候说。你获得成功的时候，鼓励你是不是？因为我们一起当时经历了很多，然后有特别低谷的时候，有特别我们自己感到骄傲的时候，但是现在，我跟新的团队站在一起，然后心中过去的那些队员给我的底气，他给我的鼓励和我自己不服输的那股劲儿，就涌上来了。刚才一下，刘大悦。大悦最让我折服的就是一人分饰多角的超强实力，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灵动，辨识度极高，完全不会让人出戏，就好像几个性格迥异的好朋友围在我身边聊天。这种演绎的能力真的太绝了，我每次看都忍不住反复回放，根本看不够。
谢谢你一直坚持分享这么多优质又有力量的内容，把快乐和底气毫无保留地带给大家。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照亮生活的一束光。这是谁这么肯定你啊？粉丝。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也相信我们所有人。首先，很感谢粉丝给我的这一封信，给了我很大很大的能量，让我有继续往下冲的动力。给我写这封信的人是我从小的武术教练，然后他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是我的第2个母亲。宁凯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直跟着我们习武。这个孩子从小运动天赋好，又吃苦上进，尤其擅长翻转、跳跃等。孩子在专业上取得这么骄人的成绩，我们武校教练都由衷的为他高兴。就是各种小时候的回忆的画面，很碎片化的就在脑海里过。到这把年纪反而遭受一次挫折，这个人生总要经历，需要成长，很正常，是不是？对，总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是。我都有写歌给人，但是我第一次对一个人有感觉，好想寫歌給呢個人。唔知點解我成日覺得佢好黑仔嘅。因為我覺得他做了很多事都很努力。佢係我咁多朋友裏邊咧，其中一個係最努力做嘢嘅人嚟嘅。咁咧，我唔明點解咧成日得唔到佢應該，我覺得佢得唔到佢應該有嘅嘢。他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的人。所以我就把這種靈感寫在這首歌裡面。張浩維，說實話，一開始我對他這個角色的體現是有懷疑的，因為浩維太帥了。但是讓我很詫異的一點是，這個角色後來活在了他的身上，活在了他的心裡。他身上有非常優秀的幽默感，我個人認為他未來可以在喜劇方面有很大的發展。我相信他將來會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演員。你現在什麼感覺？我覺得，既然結果已經這樣了，其實反而我們應該調整好自己的心態，然後把狀態調整到一個最佳的競技狀態，讓我們重新起航，把該抓的機會抓住。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信念完了。上一個階段你們成績墊底，所以沒有資格參與新一輪影視化的選角了。但可以在片場做輔助工作，配合工作人員為其他藝員明後天的影視化拍攝做好後勤服務。現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位置，就是明後天峥嵘歲月的實景拍攝的現場。現在你們就可以去做一些現場的服務工作。好，咱们能做的什么事情？这个，我们男生做呗，那个。你们可以搬大件，我们小的。Let's go。哎呀，小香出师不利。来，1、2。那边哥，那边大。好，行，好。这个是放在那个白色柜子上面的。白色柜子上面。OK， 知道了。我觉得特熟悉，然后我感觉特好，然后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然后男孩女孩一样就是这样往剧场，然后排练厅这么搬。那就上茶，把这个褥子拿过去。给我吧。我们一起在研究，在合作，然后慢慢我们在里面的情绪慢慢有改变。我们几个人开始有不一样的沟通，我觉得那个是很有趣的变化。把幕后的活给他干好，是不是给你打扮一下老师？抬一下哥，男生推一下 ，OK， 行，行吧，拉就行了。看着前面也挺好。
经试镜成功的艺员发动奇袭 PK， 由监制2选1确定最终演员人选。你们有一次挑战的机会。你认为你可以，你就可以在片场结束的时候，我要挑战这个角色，由监制老师从你们2个人当中认为谁确实好。奇袭成功，你们获得角色；奇袭失败，你们彻底杀青。我作为你们6个人的督导训练员，将和你们大家一起来进行奇袭挑战。现在给大家发2个剧目的剧本，分别是男生可以参与枪火的选择，女生可以参加峥嵘岁月的剧本的选择。提醒你们啊，距离正式奇袭还有24个小时，希望今晚你们静心研读剧本，吃透时代背景，确定好想要奇袭的角色，撰写这个角色的人物小传，明天交给我。明天10点半，谁也别迟到。好，我希望我的到来能贡献6如，能让你们如虎添翼，如愿以偿，如获至宝。好，也希望被挑战的他们如临大敌，如芒刺背，如履薄冰。好，谢谢老师。我现在重新发给你们6个姓名贴。但是是空白的，我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奇袭成功，再添上你们的名字。黄以欣、朱美吉、梁老师、郝维、刘大悦、梁汉文，希望添上你自己的名字。下面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表示一下我们的决心，比如说啊，我是李成儒，我要奇袭，喊出来。预备。开始，我是黄以欣，我要奇袭，热绵绵的，腌萝卜，这不行，上去喊，等着你们，走，请上楼，好，预备，开始，我是黄以欣，我要奇袭，我是朱美吉，我要奇袭，我是殷凯。我要奇袭！我是张浩伟，我要奇袭！我是刘大悦，我要奇袭！我是梁汉文，我要奇袭！一块儿喊一遍。我是黄浩伟，我要奇袭！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蛮好的人生这个作品是为了奖励第1阶段第1名的班，我自导自演了这个作品。保险代理人胡曼黎与废品站老板老李10多年的老街坊。我跟你说说保单的事情啊！老李一辈子省吃俭用，为自己和独生女小桃攒下一笔养老钱。而且这份保单，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小桃的未婚夫有赌博恶习。是我这个女婿啊，他喜欢赌博。老李怕以后被小桃的赌徒老公挥霍一空，于是找到胡曼黎和薛小周，为自己这笔钱设计保险方案。你买人寿险，你担心的事情要是发生了，从法律上来说，这笔钱它完完全全属于你，算是婚前财产。我在这个剧中呢，扮演捡破烂的老李，于茵演我的女儿。我这个肤色得暗一点。好，我这指甲里边的黑是什么？现在墨8亿，弄黑一洗是最好的。里边最后有句词儿啊，你告诉他，你有一笔存款到期了，是不是可以帮你转成保险？老李不同意。这次在《蛮好的人生》当中饰演的胡曼黎是一个很接地气、永远不服输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我这次在《蛮好的人生》里面饰演的是薛小周，也是曼黎姐的同事。
这个我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顺，你觉得呢 ？Hello， 啊，老师好，老师好，你们好呀，来，坐。你们在读这一场啊？是的，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看看，感觉拿捏不好。其实这个角色他应该就是非常有共情能力的，他非常知道老李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是不是他看透了老李的核心需求，就是把他的这笔钱稳稳地留给女儿，所以胡曼丽才会去选择储蓄型的保险，这样不是追求短期收益，而是把这个保底收益写进合同里，通过指定受益人就可以把这笔钱留给他女儿了。对。这样我就明白了，所以他的情绪应该要更稳，是在替对方考虑，而不是急着说服他。对，所以这样的话，他的人物就会更有分寸，而且能够更加的真诚嘛。那如果说你们要是对保险还不太了解的话，你们也可以去上蚂蚁保。蚂蚁保上是有非常多的储蓄型保险的，而且都是来自于大的保险公司，同类型的产品收益上，它都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可以给自己和家人一个长远的规划。确实，而且蚂蚁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跟人面对面谈钱其实挺尴尬的，但是蚂蚁保上的储蓄型保险在手机上就能完成，产品了解啊、人工咨询还有购买，简单又省心，还可以实时操作，特别适合我这种社恐人。哇，那我真是被种草了，一会儿录完我就要立刻在支付宝上搜蚂蚁保来了解。好吧，那我就祝你们都有一个蛮好的人生。谢谢老师。Hello， 李哥，李叔，就叫李叔，我也叫李叔。这手做的真好。这黑指甲的这斑，对，里边真是。这个手背也是做的，就做的哦。咱们再溜一遍算。从你那个水开水开始。行。就拿1杯水。行。就是1杯。对。1杯好。你们俩都有你们自己喝水的水杯，只有客户来了才给那纸水杯。好。老师，您这个水喝吧，喝我给你兑点凉的，要不太烫了，我给你兑点凉。我能喝烫的。这不烫食道吗？要不然你不冒热气，要的是热气。我的眼睛得再迷茫点，这个人物应该是个没有什么神的。这到时候留给您闺女，多好啊！李成儒老师，他非常愿意跟年轻演员交流和沟通，他给年轻演员树立了特别好的一个榜样。我相信才能投入才能真诚。李老师那个整个感觉都很适合这个景，很剧。老李，我在隔壁。这么大字儿啊！啊！别走啊，老师！你别那什么乐，你小字你也看不了。我能看透你的心。有花，哎。闪灰。对。好。我现在活着，那小子的狐狸尾巴不敢露出来，万一我哪天走了，这钱落在他手里。他准得赌个精光，那前面那句词可以不要了，因为我们在闪回里边，他狐狸以为不但露出来了，是他妈的，是狐狸里边都开始抽人了。那您我直接上，万一我哪天走了，这钱落在他手里，他准得赌个精光。可以，OK，直接就急了，他肯定会赌到精光。OK，cut， 好，过了。而不用匆忙。沉住气，稳稳的，是个非常知性的。好，李成儒老师有很多提出来的一些细节和想法，是真的会让这段戏更加的真实。心里有了，戏就对了。是，老师好。哎，老师好。我把我那本拿着，我们仨把这词儿对。好。咱们这场戏是这么拍。你从外边，你们俩一块儿来。一块来。来的目的是为了要跟我拿点钱。他鼓捣你跟我要钱来。他早晚害了你，你有没有脑子呀？你管不着。这么疼爱女儿的父亲是打不了闺女的。对，只有打自己。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你！喂，这老不死的啊！好，行了，过来自己扇的我这几天的脸都是麻的。你听得我心里哐哐哐。我自己扇的我都是麻的，现在。往远打一下，那都无所谓，没事，过了就好，过了就好，得好好练练。
你的帽子。这次对你是个很好的练习，真的。是的，真的，谢谢老师，老师。真的。大新快乐！要给我跟你老师打针照，来，再哪拍？再这样，3、2、1，哎呀，好看，好看。就你有什么就最好就忍着，就用最平淡的语气讲出来，没加重很好人花钱，比较乖。就发拼。不要那种发拼的。好。小桃。曼梨姐，坐。看你演什么戏呢，小桃？哎，好收拾我爸的东西太乱了，进来坐。就过了嘛，你自己扎一些生活嘛。好。来，哎呀，小桃，曼梨姐，不可以，没事。收拾东西呢。这个也行，有点累，坐。这个也行，再来一个吧。小桃，曼梨姐，坐，有点乱。哎，可以，哎，出来看一下，看有什么不一样？整个屋子就安安静静进来了。对，小桃。是的，哎，这很好啊。被你们家摔了一下。对呀，就这，大概是这个，对呀。明白。就这个呀，来。好。它有一个对白是。对，好了。李叔，你喝水。哎呀，闺女，谢谢你啊。小心烫了。好茶。李叔，上次听您提起，您那300万的定存快到期了。闺女，你记性真好。你知道，这些年我攒这点钱不容易，那真是一分一分抠出来的。是。明白。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特意请您过来的原因，就是想咱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安排这笔钱更好。李叔，您看，这是我们公司一款储蓄性保险，我俩都觉得特别适合你。你看看，给几个点啊？最高收益3个点呢。才3个点呢。银行那理财经理跟我说，他们那儿给4个点，还送2桶油。这合同里写的才是真的，那理财产品4个点可不是能给您保证的。你说这些我都不懂，反正我就觉得放在银行踏实。你要是信不过，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后面还有点事儿，曼梨姐，那您先聊，我去忙了啊。李叔，这刚来的心气儿高，您别见怪啊。我给您算笔账吧。您看啊，这300万买我们的产品，最快4年就能回本，到第10年就是358万。咱把这目光放长远点儿，这钱以后留给您闺女，多好啊！我就是想留给她。对呀。可是我心里边不踏实。怎么了？算了吧，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容我再想想啊。李叔，那您这定存到期了，先别动，我到时候再详细跟您说清楚。李叔，您在家吗？哎，我在。我是小胡。哎，哟，小胡，你怎么来了？
来进来。我用换鞋吗？嘿，就我这儿你还换什么鞋？你瞧我这脏乱差。那个什么，来，请坐。我给您买点水果，您坐，我坐这儿就行。嗨，你来吧，还那么客气，让我给你擦。哎，不用，李叔您坐，没事儿。那个吃瓜子儿。您别客气，李叔，我吧主要是那天，咱是在办公室，有些话没来得及详细说，就想过来跟您说点心里话。您别误会，我真不是说想逼着您买保险，只是我知道您这一直在废品堆里忙活，手上全是茧子，我每次看见，这心里都心疼呢。就想着您这辛苦了大半辈子了，别到时候这钱打了水漂。我知道你们的好意是为我好。可就是你们那儿确实没有银行的点位高。李叔，我给您的这份方案呢，其实关键点并不是在于收益，而是这份保单它可以完完全全的属于您女儿。什么意思？您女儿是不是结婚了？外人都看出来了。我不是看出来了，就是猜的。您这每次一说起女儿就犯愁，我就想，您肯定是想把这份钱完完全全的留给您女儿，可是又怕这婚姻万一出现了什么问题，这钱可能就不完全是她的了。我从来就不同意这门婚事。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吧。你那个对象，能不能跟他分手？凭什么呀？我听说他赌博。那都是多早之前的事情，他早就戒了。谁能信一个赌徒能把赌戒了？这种骗人的话你也信？你要是跟着他，他会害你一辈子的。这种人会把老婆孩子都给卖了的。听你的，我分手了，然后呢？靠你收这些破烂养我一辈子啊？我收破烂怎么了？我收破烂把你养大了，我收破烂供你上大学了。上大学？上了大学就是了不起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同学都在笑话我？我在我同学面前我都抬不起头来。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人不嫌弃我，他愿意对我好，你为什么要拆散我们呢？他真的会害你一辈子，闺女，长点脑子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别说了，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要嫁给他，而且我也实话告诉你吧，我和他已经领证了。你说什么？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你这是！喂，这老不死的，我都不介意你捡破烂了，还选择跟他在一起。我告诉你，不是我追的他，他追的我。懂意思了吗，老家伙？赌徒，坏东西！什么意思啊？啊，你有证据吗？你凭什么说我赌徒？记得跟他拿钱。万一哪天我走了，
这笔钱落在那男的手里，他肯定会赌得精光。所以李叔，您更应该听取我的建议，因为受益人是您女儿，这笔钱会算是她的婚前资产，任何人都抢不走的。可我已经买了理财了。您别急，上面写着呢，1年期，等满1年之后，我就给您转成人寿险，这样您闺女就有保障了。那这事儿就能解了。能解，您放心吧，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好，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谢谢你啊，小伙。我应该的。小桃，曼梨姐，坐，有点乱。李叔走的是真突然啊！他在废品站摔了一跤，心脏病就犯了。心脏病？他之前一直说胸口不舒服，我让他去看，他舍不得花钱，我也劝过他，他不听，还骂我乱花钱。谁知道这摔了一跤，又赶在晚上。但你这脸上的伤是……他打的。我爸走还没2天，他就问我要钱要去赌博，我没给，就动手了。太过分了。不过我已经想清楚了，哪怕法院把我的钱分给他1半，我也要和他离，哪怕1分钱不要，我也不跟他过了。我爸之前就跟我说过，我还不听，我还和他吵。我和他说的那些话，他该有多伤心？现在他也走了，我不想再让他失望。曼梨姐，我怀孕了。为了孩子，这婚我也得离。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生出来就有个这样的爸爸。你做的是对的，不管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孩子。姐，我想买一份保险。我不想我的孩子未来和我一样没有保障。这个不急，到时候我会帮你安排好的。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小周。姐，哎，老李那单怎么样了？他那个定存是不是快到期了？他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是几天前。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女婿一直逼着小桃要钱，小桃不给，坚决离婚，但可能还是得分他一半。姐，你让小桃放心，我去帮他找最好的律师，尽力帮他把这笔钱保住。好。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拍摄《蛮好的人生》给了我很大感触，就是人要有抗风险能力，尤其是像我们年轻人，收入不那么稳定，还容易月光，更是要提前做好财务规划。这次被蚂蚁保的储蓄型保险种草了，相当于提前给自己准备了一笔未来保障基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有从容转身的底气。上支付宝搜索蚂蚁保，选无限超越班同款保险。无限超越班第4季正片，每周6周日20点20分 ，VIP 更新上下集 ，SVIP 每周6提前24小时即可观看下集内容。5月23日起，每周6同步上线会员衍生、无线电台、无线特辑，解锁幕后更多趣事。每周日12点上线议员采访间，听议员聊聊超越班那些事儿。每周一12点不定时掉落加更版，观看影视化完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周中未播花絮、议员 Vlog 等不间断更新，锁定优酷，加油！听说要有人踢馆啊。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畅享大屏好内容，搏一把吧！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我要齐齐！人都杀人，不头吓人啊！你们一个个的心不在焉，怎么回事？心中有节奏，不要把钱快速的说出来。镜头里的外形非常好啊！我諗唔到啊，黃索 OK 喎。这一次不成功，我们就纯被淘汰了。我真的觉得太意外了，干人说你很危险。最后一人呢，就是我们4个导师呢，就每人会监制一个戏。但注意，进入试镜间的次数是有限的。哎，这双向奔。微博搜索“无限超越班”话题页参与讨论，解锁更多节目名场面与幕后故事，赢独家惊喜福利。哦，还有这。在搞什么？他在聊天的时候总是提到他老丈人。刘达月，刘达月，我是刘达月，我要骑行。